第一眼，很多人都被骗了。最近，一段凯凯哭着喊妈妈的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开来，不少人第一反应是震惊、心疼，甚至是愤怒。有人留言说，孩子都这样了，怎么还没人管？这也太让人难受了。但很快，有人发现，这是一条 AI 合成视频，画面是假的，声音是模拟的，情绪是生成的。可奇怪的是，当真相被揭开之后，大家并没有松一口气，反而更沉默了。因为所有人都意识到一件事，视频是假的，但情绪是真的。为什么明知道是 AI， 大家还是会难受？按理说，知道是 AI， 情绪应该立刻消散，可现实却相反，评论区的心疼并没有减少。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因为这条视频击中了一个真实的空白，那就是凯凯的生活中确实缺少妈妈的陪伴。即便你不去猜，不去想，不去渲染，这个事实本身就已经存在。所以，当 AI 替凯凯说出那句话时，大家并不是在相信视频，而是在对现实产生共鸣。AI 并没有创造情绪，它只是放大了情绪。这条 AI 视频之所以能传播，并不是因为技术有多高，而是因为它精准踩中了大众早已存在的心理预期。换句话说，如果现实里没有思念母亲这个可能性，那这条视频根本不会成立。AI 只是模拟了一个大家早就反复想象过的画面。大家心疼的其实不是那一声妈妈。很多人以为大家难受是因为听到孩子哭，但真正让人破防的是另一个问题。如果是真的，我们会不会一点都不意外？这才是最扎心的地方。大家在情绪上已经默默接受了一种可能性，凯凯想妈妈是合理的，而这种合理本身就说明了一切。一个被反复忽略的事实，孩子不会表达缺失。很多人会说，孩子还小，可能不懂，但现实是，孩子不懂复杂关系，但懂情绪缺席。孩子不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他只需要知道谁在，谁不在。长期缺席的人会被记在身体记忆里，而不是语言里。所以哪怕凯凯不说，哪怕镜头里他依然笑，依然玩，并不代表他不需要母亲。这条 AI 视频其实也照见了大人的无力感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很少被提到。为什么是 AI 替凯凯说话？为什么不是现实中的表达？因为现实中，没有人能替凯凯公开表达这种情绪，他不能自己说，身边的人不适合说，外人不能说。于是 AI 成了一个情绪投射工具，这本身其实是一种无力感的体现。但必须说清楚，用 AI 消费孩子情绪是危险的。在理解共鸣的同时，也必须明确一条底线，用 AI 制造孩子痛苦画面是不合适的。哪怕出发点是心疼，也可能变成二次伤害、情绪绑架、舆论裹挟。孩子不该成为任何立场的工具，哪怕是善意的。真正该被关注的不是 AI 视频，而是现实处境。比起一条合成画面，真正值得讨论的其实是凯凯现在是否被稳定照顾，是否拥有足够的情感陪伴，是否生活在一个安全、可预期的环境里。如果这些是存在的，那网络就不该继续用想妈妈去刺激情绪。如果这些是不足的，那解决方式也不该是 AI 视频。为什么大家会默认凯凯一定很想妈妈？因为在大众认知里，母亲的缺席本身就是一种重大缺口。这不是对任何人的指责，而是一种非常朴素的人类共识。所以当 AI 说出那句话，大家不是在相信 AI， 而是在替凯凯补全一个现实中无法被说出口的情绪。结语，请把心疼留在现实里。这条凯凯哭着要妈妈的 AI 视频，最终应该成为一个提醒，而不是一个素材。提醒我们不要用技术制造孩子的痛苦，不要用情绪代替现实的关怀，不要把孩子变成舆论的出口。如果真的心疼凯凯，那就希望他在现实中被陪伴、被照顾、被尊重为一个普通的孩子，而不是一个被 AI 替他说话的符号。